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少爷兵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创博集团。当你看完这个影片，你会了解到创博集团的背景、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。创博集团 Foundpac Group Berhad， 简称 FP Group， 成立于2015年11月16日，是一家经营科技领域相关业务的投资控股公司。FP Group 的初期是一间名为 Foundpac Sdn Berhad 的空壳公司，由2位务役同胞在2004年12月创立。3个月后 ，Foundpac 就被转手至2名华裔女商人手中，并在2005年5月开始经营精密工程零件贸易业务，例如加强筋、手盖夹具和测试座等等的贸易。Foundpac 当时服务的客户大部分都是一些位于北美洲、欧洲和亚洲的成熟电子公司，包括 Broadcom Corporation、Intel Corporation、Testsoft Services 和 Corby Precision Technology。到了2006年1月，现任非执行董事李俊华加入了 Foundpac。凭着李俊华的远见和经验，以及拥有建立了业务关系的客户，他将公司的业务从贸易行业改革为制造行业，而这一改革也得到了主要客户的支持，纷纷向公司发送订单。除此以外， Foundpac 也获得了新客户的青睐，如 Pentamaster Technology、NXP Semiconductor 和 Synergy CAD 等等。到了2011年，公司开始了内部重组工作，在4月份成立了 Foundpac Technologies， 以从事精密工程零件的设计、开发、制造、营销和销售业务，并在9月份开始运营。而 Foundpac 则成为了投资控股公司，以管理公司的产业。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，公司获得了电子行业中更多的知名客户，例如 Qualcomm Technologies、FormFactor 和 Advantest America 等等，打响了国际知名度。2015年11月，公司成立了 Foundpac Group Berhad， 并在1年后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主板上市，成为上市公司，代码为5277 FP Group。好景不长，就在 FP Group 上市不久后，大客户 Broadcom Corporation 更换了新的首席执行官，流入订单开始变得非常缓慢，并且逐步减少，导致 FP Group 的业绩在2017年下半年开始下滑至历史低点。不过，管理层并没有为此而气馁，反而更积极地开拓新市场，来弥补订单减少的业绩缺口。不但如此， FP Group 也在2017年9月收购 Dynamic Stencil 的75%股权，开始了激光模板的制造业务，为公司创造新的商机。在经历了2年的低潮期后， FP Group 在2019年成功摆脱了过度依赖单一客户的风险，业绩自此平步青云，股价也开始蒸蒸日上。FP Group 是一家经营着与科技领域业务相关的上市公司，目前的客户群主要来自亚洲、北美洲以及欧洲等地区。FP Group 拥有2大核心业务，那就是精密工程零件 Precision Engineering 和激光模板 Laser Stencils。 FP Group 的精密工程零件部门主要从事设计、开发、制造、营销和销售精密零件，当中的产品有加强筋、测试座、手盖夹具以及机壳和底盘。加强筋是一种用于将集成电路板对接到位的设备，以确保在集成电路封装或晶片的测试过程中，与测试处理器和测试仪对齐。测试座和手盖夹具也是用于协助测试集成电路板的产品，以在测试进行期间固定并保护被测设备。机壳和底盘是用于保护加强筋，将磨损降到最低，以避免造成可能无法修复的损坏，从而延长加强筋的使用寿命。FP Group 的精密工程零件业务在2019年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75%左右，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。激光模板，也就是表面组装技术贴片，用激光制作的模板，主要功能是帮助细膏或红胶的沉积，将准确数量的细膏或红胶转移至空集成电路板上相应的位置，使其能够连接到电器。
FP Group 的激光模板业务在2019财政年为公司赚取了总营业额的 25% 左右，拥有不错的业绩。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FP Group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。FP Group 在2020年第4季度的损益表显示，营业额从去年的1204万令吉增加了 3.18% 至1241万令吉，净盈利也从去年的365万令吉上涨了 15.5% 至421万令吉。营业额的上涨主要归功于精密工程零件的出口销售增加了，至于净盈利的上扬，主要还是因为营业额增加了。虽然管理费用以及销售和分销费用也陆续上涨，而且也录得了应收账款的减值亏损，但是由于 FP Group 的某些子公司享有税收优惠，所以净盈利比起去年同季还是稍微增长了。资产负债表方面，公司的非流动资产和流动资产分别增加了大约 6% 和 30%。首先可以从表中留意到，公司的固定资产比去年同季下降了很多，这是因为公司在这季度增加了使用权资产这一项目，原因是为了遵循新会计准则 MFRS 6的要求。另外，应收账款方面就比去年同季高出了不少，但是仔细留意可以发现，其实这一季度公司有记录一笔价值 19.7 万令吉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，来应对那些预计不太可能收回的款项，所以这里需要多加留意。其他值得一提的就是公司的流动现金比去年高出了一半以上，而且占了总资产的 47%， 可是相当大的一笔现金。另一方面，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流动负债比去年是稍微增加了135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了解到，流动负债增加是因为应付账款增加了，也就是说公司拖欠供应商的材料钱增加了。不过不用太过担心，因为仔细观察可以发现，公司并没有任何的银行贷款，所以就意味着 FP Group 是一间净现金的公司。至于现金流表，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扩大了 142% 至2332万令吉。从表中了解到，现金流入增加是因为这一季度的税前盈利比去年来得多，加上去年同季因为偿还了额外的预付款，所以进一步使到这季度的现金流入增加了。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则减少了 22% 至404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发现，现金流出减少主要是公司这季度降低了收购固定资产，以及正款和利息也获得了增长的缘故。Financing Activities 也是录得了现金流出的情况，不过与去年同季相比，则大幅度降低了约 90% 左右至54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看到的是，公司因为员工购股权计划而获得了额外的资金。员工购股权计划是公司发行新股给员工认购，并在特定时间内可以以一定价格购买公司的股票，是一种激励员工的计划。总结来说，现今的世界正迈向这科技领域发展， 5G 技术和自动化行业变成了未来的趋势，而 FP Group 所从事的精密工程零件业务是科技领域所需要的产品，所以只要科技越来越进步， FP Group 的生意就可以持续的成长。除此以外， FP Group 也是净现金公司，可以给予客户更大的信心来建立合作关系，也能让投资者们更安心的投资。只不过近期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有稍微打乱了公司的运营，导致上一季度的业绩下滑了。好在公司也很快的就恢复过来了，而且还录得了不错的业绩。在这病毒肆虐和行动管制令期间，能有如此业绩也算很不错了。所以就让我们耐心等待 FP Group 的成长吧。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点个赞、留言及分享出去。还没订阅我的朋友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记得开小铃铛，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期见。